当天晚上，我们在小区外的监控录像里边还拍到了这个。虽然当天晚上下着雨，监控录像拍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很明显，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。3个路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老妈，这个副驾驶伸出来那东西是什么？不对，还是你眼睛毒。这个东西，我怀疑它是一个蓝牙探测器的天线，它可以远程嗅窥到用户所有开锁的这个数据，然后通过回放攻击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破解。所以这个人还得是一个非常熟悉网络系统的人。现在这惯偷都有黑客的技能了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这套设备就不少钱吧？你说他们费这么大劲偷一本小说，这小说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吗？关于这本小说的价格，我询问了贾金岩的这个出版发行商。据这个发行商给我介绍，贾金岩以前的小说有很好的市场回馈，再加上他用打字机打印的这个特殊方法，这个出版发行商还把他的小说投了保。你们知道他的保单金额是多少吗？1000万。我去，天哪！哎，现在你们初步的怀疑对象是什么？有盗版商、竞争平台，还有他们的这些热情的粉丝，都是潜在的利益获得者。当然了，面对这么大的金额，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有监守自盗的可能性。那他这样做可就是涉嫌欺诈了。他是有点神经质，但人家怎么说也是个作家，这点基本常识不能没有吧？行了，先按照正常办流程走。哎，罗队，上午我排查过一个人，他是他们圈的大混子，谁都认识。以前我办过他，他跟我说了个情况。还真有个奇怪的事儿，道上有一同行不见了，3、4天都没露影。叫什么名字？大名叫石磊，外号石头。石磊，小心楼梯啊！石磊啊，租我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了。他呀，老喝酒，天天晚上喝醉了回来，我就住在他楼下，吵得我呀根本就睡不着。哎，小心啊！就这儿了，到了。这2天突然就没动静了。石磊，石磊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他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就是找他了解一下情况。这是搜查令，您看一下。不用，你们先进去看，我去给你们拿2瓶水。啊，好，马上回来。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叶江说您要的审讯监控录像给您准备好了。好，一会儿回局里看。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了，但是没收，都馊了，应该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。这衣柜也是，当季的衣服全拿走，可能是跑了，派人冲忙。他跑什么呀？这个石磊肯定有问题，得赶紧找着他。双，哎，罗队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那个作家贾金岩把案子捅给媒体了，现在青城新闻正播着呢。知道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本书就是我的，孩子就是我的命，
我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把它还回来，我愿意答应你的任何条件。女士，您先别激动。据悉，保险柜内的首饰、现金等贵重物品皆完好无损。很显然，小偷的目标就是为了《双花之恋》的书稿。根据受害者透露，目前警方还没有确定任何嫌疑人。我们期待警方尽快破案，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咱们在这儿苦哈哈的找线索，他跑去通知媒体，还跟贼一谈条件，捣乱。错了，他错的都离谱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看他什么意思。方向错了，我们的方向错了。不是书稿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，那个贼的目标肯定不是什么书稿。可现在不就是书稿不见了吗？我们被骗了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如果那个贼的目标是要偷书稿，那么他就会把保险柜里面其他贵重的物品一并偷走。那样的话，你们警方，那么我们警方就会当做一个普通的保险柜失窃案处理，既要追查书稿的去向，还得寻找保险柜失窃的其他物品。那这个案子破起来可就是大海捞针了。明明可以一举两得，你说这个贼为什么不这么干呢？你是说，他们是故意让我们发现书稿？哪有贼会这么干呀？他图什么？刚才那女作家的反应，你不也看到了吗？人家就是在利用这个作家的社会影响力，扰乱我们和公众的视线。这个案子闹得越大，那个贼反而越安全。问题是保险柜里只丢了书稿，肯定还有别的东西丢了，只是我们没发现。我发现，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还挺了解的。嗨，我也是瞎分析的，也不一定准。别说我，你混蛋！就单独把他那个唱戏那段再重新放一下。唱词复印好了。静音循环。现在我分派一下任务啊，小叶，到。把他这段唱词所有的谱子以数字的形式提取一下。好的。然后，包子到，麻烦你把他整个这段唱词所有的文字、拼音进行拆解，所有东西重新排列组合之后，看看能组成什么句子。不是这么多字，那得多少种排列组合啊？就是。你们呢，最好能够包子，你现在给我查一下，这幅画失窃的那天都是什么日子？明白。我要老黄历。我料定了甲子日，东风必降。南屏山设坛台，足踏魁罡。南屏山会不会是青城大学美术馆？涂睡莲那天就是甲子日。那天真的有东风二旗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全对上了。我们需要从这段唱词当中找到他下一步的计划。我料定了甲子日，东风必降。南屏山设坛台，足踏魁罡。
咱们别这么分析案情了，咱这么分析都是错案情。小叶，小叶，把声音打开，专门就只给我放他唱戏的这一段，来放大。你们看，金生我的手在干嘛？打拍子，唱京剧都打拍子。用小拇指，还用另一只手把它藏起来。爸爸，好香啊！来，哎，我放冰箱上那个水晶花瓶，你们俩谁给我摔碎了？是我今天碰到的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啊，抱歉啊，要不明天我给你买个新的。罗队，通过线人，我们抓到石磊了，在哪儿？在审讯室。好，那咱们就过去。这样，让大志把廖双提回来。为什么？他盯得太死了。喂，浩子，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好，我马上到。不对，庄家动了。明白。别，我可不是主谋，我是被逼的。哎呦，那你说说吧，谁逼的你啊？行，我坦白，大概是4、5天前的事儿。那天我搂了个肥活，本想着晚上找个好点的地方喝一顿，结果等我醒来之后，那个猪头就这么一直盯着我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口误，猪头面具啊，就那个变态自始至终都戴着那个玩意儿，挺邪乎的，真的。啊，你没看见他正面？没有，他当时就给我反绑在那儿，然后就给我强行的给我带了一个项圈炸弹，还有一个炸弹就安在一个模型的身上，然后就当一下子炸了，然后那个模型脑袋嗖两下就飞出去了，真的，哎呦给我吓坏了。你说那我能不听他的吗？他逼我这么干的，真的。那他让你投什么呀？到底？他让我开一个保险柜。
书稿呢？书稿他让我放在东方时代小区储物柜里了。你在保险柜里不止拿着手稿吧？老实交代。还有让我偷一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有屏幕，有按键。不是，那我确实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的。这兴许那工程师知道。哪个工程师？就是那天夜里配合我作案的那个人啊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是纯搞技术的，就是他教我怎么把东西里的东西给偷出来的。东西里的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是类似于复制银行卡一样，有个复制器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他叫我把东西里的东西复制一份，珠宝、钱他们都不要，然后就让我去偷一个不知道干嘛的东西，然后还给我安了一炸弹，这里边肯定有大事啊！您稍等。啊，您扫这儿。他们家卡带也挺好看的。哦。喂，陆队。喂，大志，有情况吗？你那儿？没有啊。庄文杰离开医院之后，就进了一家便利店，买了一堆零食和一杯奶茶就往回走。我问的是他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可疑的人？绝对没有。啊，对，便利店收银员算吗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？让人发现了吧？不可能。追踪我虽然干不过耗子，但怎么也不能让一大学生给我识破了呀。医院离便利店有多远？3个街口，1个红绿灯，差不多2公里。大志啊，医院在繁华区，你能告诉我他要买什么零食要跑到2公里外去买吗？可陆队，我别了，赶紧的盯着，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。老马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和市局的专家一块确认的，丁生火敲打的这是摩斯码，敢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玩这个，胆子还真不小。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，摩斯码发送的时间不到3分钟，破译起来不难，但是因为嫌犯的坐姿以及手上动作幅度太小了，有些地方辨识难度很大。所以罗队啊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好，有消息赶紧通知我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他今天还是不接呀？估计他都已经睡了吧，这点儿。咱要不要直接去他家呀？问问那是什么东西？先把书稿弄清楚再说。这都过了整整1天了，应该早就被人取走了吧？那就看看是谁取的呗。2位是刑警队的同志吧？啊，等你们半天了。您好，您好。
辛苦辛苦辛苦。备用钥匙我已经拿到了，在那儿了。哎，就这个。1号晚上12点，在逐浪游泳馆南更衣室编号9527的柜子里取一件东西，密码是2077。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拿，他才会告诉你那个秘密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我能打个电话吗？哦，好。谢谢。喂，我。哎，陆队，刚才庄文杰向外边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什么？我问了，护士也没听清，但已经通知他们总机在查了。哦，有消息马上告诉我。明白。哎，累坏了吧？不累，蛮累的。怎么着？有情况吗？昨天晚上庄……说吧。昨天晚上庄文杰不是给他同学孙志坚打了个电话吗？那胖子早上起来就来了，还拖了一个行李箱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要不你进去问问？我怎么问啊？人家又不是嫌疑犯。是啊。那这么着，我先在这观察着，你赶紧回去休息。哎，行。哎，哎呀，庄文杰，你这可以呀！哎，这视野不错不错。哟，这同学也来了，那这早餐就不知道够不够了啊？哦，没事，我吃过了。还有啥？没事儿，你们接着聊，聊。刚才光让你吃了，我都没吃饱。哎，这小姐姐是谁呀？警察。警察来这儿干嘛呀？来照顾我。警察来这儿专门照顾你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怎么了你就？之前我还纳闷呢，他们警察怎么总是去学校找你？你怎么就突然消失好几天？
现在连住个院都神神秘秘的。这会儿终于被我看穿了，你是他们的线人，被我猜中了吧？放心，打死我都不说，林志远我都不告诉他啊。哎，不过你干嘛让我把这箱子拿这儿来呀？死沉死沉的，装的啥呀？锁着不让我看。我又明白了，新的任务。你怎么这么聪明？哎，胖子，你说你一大早为了我的事儿折腾到现在，累不累？累。要不去床上躺会儿？方便吗？没事，咱俩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了解我，你这箱子太沉了，我这胳膊都酸了。来，小壮，给哥捏捏。你让一个病……行。在漫天的樱花中，一只水鸟掠着水面飞去，船索缓缓拉动，船便离开了。挺好的，现在没缺液吧？都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，我又活过来了。我快听死了，那个，你冷静哈。那个我还有点事儿得问你。啊，您说。保险柜就是你们家这个，里边除了这些还有那些之外啊，是不是还有一样东西，长得跟手机一样，黑色的，有屏幕有按键？是有这个东西啊，不过你说的这个是我老公的，他没有被偷啊，我看着他还拿着去上班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发我手机上吧。查清楚了，她老公孙东方供职的这个清安集团，主要是经营安防设备和系统的升级服务。孙东方在公司主要负责技术研发。技术研发，对，石磊偷的这个东西，会不会跟安防有关系啊？胖子，胖子，胖子，别动，鸡腿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我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，也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，我认你这个人，
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咱两个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文杰，庄文杰。文杰，文杰，庄文杰，装备都带来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不会忘记地址了吧？时间可不等人。你们刚才形容的东西就是这个，这是一部密钥分发终端，就是系统服务器每次更新密钥，都会通过这个终端分发给我们的客户公司，而他们呢，只有拿到新的密钥，才能让智能安防系统正常工作。就像银行登录账号要用的 U 盾一样。那可以这么理解。不是，这东西这么重要，你为什么放家里啊？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遭到网络攻击那是常有的事情，而且时间并不固定啊。为了应对这种应急情况，我只能把它随身携带了。出门我就会有公司的专车接送，回到家里呢，我会把它锁进我的保险柜里，非常安全。问题你们家保险柜都失窃了，你就一点怀疑都没有？是，当时我的确吓了一跳，但是其他财物都没有丢失啊。那个贼就是奔着我太太的书稿去的呀。这是一个专业设备，一般人看到之后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。况且这个设备一直在我手上，没有被偷啊，而且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被盗痕迹。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，盗贼运用技术手段复制了里面所有的信息。醒了啊？哎，醒了，不是睡着了呢。安的太好了，给你个赞啊！你不光睡着了，还说梦话了。是吗？说啥了？秘密。秘密。秘密。我能有什么秘密啊？就我那点事儿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什么秘密啊？说呀！逗你玩呢。我庄文杰，你是不是没事闲的呀？你亏我一大早屁颠屁颠过来看你，还给你搬了死沉的箱子。你说你那，哎，你那箱子呢？啊，放床底下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好的，给你检查检查。吸气，呼气。
之前都测过了，数据都不错，现在就是补充点营养液。各项指标呢都趋向于正常了。保险起见啊，我建议你再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真的？那你好好休息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赶紧去吧。我这不还输了液呢吗？没事，让他帮你一下。现在科室比较空，等下人可就多了。谢谢啊，没事，走啊走啊，走吧。哎，慢点慢点啊。咋了？他人呢？警察姐姐啊，不是我陪你去不是一样吗？走走走，快，慢点慢点。请43号往看一下啊。到1号诊室就诊。坐，来，坐这儿，文杰。慢点儿，你慢点儿啊。放心，我去取个号啊。请第08号王建国到3号诊室就诊。刚才医生说你去这儿。请 A38号李书义到4号诊室就诊。或者去那个4号窗口吧。然后路上小心点啊，做很多饭的。哎，文姐，咱们前面有50多个人排队，不是说这会儿人少啊，这……没事，让他帮你一下。现在科室比较空，等下人可就多了。他人呢？这么多人啊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，我肚子痛。哎，文姐，怎么号都取了啊？哎呦，哥你慢点，你着什么急呀你？干嘛去了？慌慌张张的还。没干嘛。你干嘛呢？我刚在楼下水果店给你买了点水果，你这不还是在恢复期吗？得多补充点维生素。哎，你真是要出院了啊！这肺功能都不用检查，这走的比我还快。警察姐姐在哪？哎，怎么没去做检查呀？我刚闹肚子，就回来了。闹肚子呀？行，那一会儿我再陪你去一趟。好啊。好什么好啊？这种事儿怎么能麻烦警察姐姐呢？我陪你去不好啊。好了，我就先出去了。你们呢，有什么需要，随时招呼我。来。哎呦，闹肚子是吧？那这生冷的可就吃不了了。不是着急吗？赶紧去吧。哎，杆儿要不要？
庄文杰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有的时候就是太讲，检查那边就有厕所，非得回来上。被盗的物品是一个密钥终端，通俗的讲就是一个密钥的分发器。清安安防系统的公司都要从这个终端上下载一个密钥。如果窃贼破解了这个终端，所有公司的安防设备在他们面前就形同虚设，包括门禁系统、安防系统、远程会议系统等等等等，所有清安公司参与设计并安装的设备，都将面临失效的危险。这么严重？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保险柜失窃案，如果他们的计划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跟清安合作的公司有多少家？据我所知，清安合作的范围就包含了金融和外贸2块，所以他们的合作公司一定不会是少数。咱抓的这个石磊啊，他交代啊，他说他当时是被一个蒙着面具的一个男人胁迫的。同案呢还有一个人，外号什么工程师是吗？没错啊，而且当晚监控拍下来的这个面包车，我们已经找着了。车是一辆套牌车，车主是半个月前报失的。可惜这辆车内被清理的非常干净，没有任何可用的线索。那工程师呢？啊，我们正在进行模拟画像，稍后呢会叫石磊来进行辨认。行，那这块你抓紧。还有工程师通过这个设备，要想破解清安系统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初级黑客想都不用想，而即便是他们中的高手呢，也需要找到这套系统中的漏洞，再进行破解，那也需要很长时间。就怕这工程师不是一般的黑客高手啊。是这样，不过像这种级别的黑客，我想网监那边肯定是会有备案的。清安有反制措施吗？清安这边选择的呢是将整套的安全措施进行全面升级，使得这套被盗的密钥终端失效。多长时间？他们的专家预估最快也需要12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距离现在还有不到7个小时。7个小时？那如果贼在之前破解了，那就是想偷哪家偷哪家是吧？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在时限之内，我们把这贼抓住了。你刚才说这个黑客是高手，那这清安这个反制措施，他能不知道吗？好问题了，对。如果这帮黑客现在已经在进行破解了，那么他们一定能够察觉到整套系统在升级中的异样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跟贼一样，都是7个小时。没错。时间剩的不多了，这样咱们2条腿走路。小叶，黑客工程师这条线，我建议还是多从这个攻击路径溯源一下他的位置。好，也请网监多使使劲儿。大志，你找一下清安的负责人，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尽量详尽的客户资料。我们必须得在这个升级完成之前，咱得知道说这帮贼最想对哪家企业先下手。这么大费周章的目标肯定不简单。哎，怎么样？都检查过了，胖头孙带来那行李箱里就放了几本书，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。一个旅行箱就装这么点东西？我这也纳闷呢。不过病房我也全都检查过了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
那小胖子呢？你说那孙志坚，更别提了，你跟他说什么，他都能跟你嘻嘻哈哈的，跟庞大志似的，一点正形都没有。罗队，你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时间可不等人，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今天晚上12点，可要准时到，否则你永远别想知道那个秘密。庄姐，我明白了。你没走啊？那个警察小姐姐总是在门口走来走去，还时不时瞄你，她是不是看上你了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说你怎么只让我过来，不让林芷月来呢？我之前还以为你俩吵架了，闹了半天，你是怕林芷月过来派那警察小姐姐吃醋啊你？不行，我得替林芷月看着你，我去请假留在医院陪着你啊！你别发神经了，行吗？都这么久了，林芷月对你什么心思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！我之前都以为你俩快成了，没想到天上掉下来个小姐姐。庄姐，你听哥们儿一句劝啊，虽然说女大三抱金砖，可是人家林芷月对你是一片真心的啊！就你说你最近这段时间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说你不让人过来看你也就算了啊，你好歹给人打个电话啊，是不是？行了，你别管我了，行吗？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啊？我可以帮你啊，对吧？我给他打。你把手机放下来。手机。10月啊，10月，手机给我，10月。哎呀，给我，哎！干什么呢你俩？啊，手机没信号。警察叔叔，你们聊正事儿，你们俩。您怎么又来了，罗队？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信号啊？这点信号没有？你一点。叫孙志坚。你计算机系的？你还获得过你们学校的奖学金？一般，全校第3。哎，您怎么知道的呀？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。来，咱俩聊聊。案子算是破了，廖子彤也已经被我们处罚了。局里这边取证的工作一结束，第一时间就给你取出来了。你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都给你充好电了啊，检查检查，没问题的话，在这3张表格上签个字。罗队，你还有事儿？2015年，你入侵了学校的教务系统，修改了旷课记录和考试成绩，被留校查看过。这4年前，那个时候你还在上高中吧？
我同事说，你看了贾金岩的新闻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判断出来，人家偷的可能不仅仅是贾金岩的书稿，是吗？嗯，厉害。你这个就说明你是在犯罪的心理侧写这一块，你还是有点小研究。我们学校有这门课程。我成绩也还不错。难怪丁生火这帮人处心积虑想拉你入伙呀。难怪罗队要派双姐过来照顾我。他就让我来照顾他，有些事儿吧，你们女生真的不方便。我骗您干嘛呀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他又不是不能自理。他手不受伤了吗？洗澡不方便，我可以帮他忙啊。这个您就不行吧？我行。那你干嘛带个大行李箱来呀？大箱子。哎，警察姐姐，瞧您问的，你洗完澡你是不是得换身干净衣服？干净衣服我怎么给他带过来？我肯定装箱子里啊，对吧？箱子打开过。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知道我的苦心。你聪明，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，你学的还是法律，所以在犯罪心理侧写这一块，你天然的就有一种能模仿罪犯的心理逻辑的这样的一种特殊能力，所以我特别担心你会成为他们。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。你们？警察？你不想当警察吗？我说以后。我从来没想过。那你现在就可以想一想。没事，手机这不也给你了吗？以后要打电话，躺床上就能打了，不用老跑出去。去护士站。走了啊。罗队。你还有事吗？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吗？你刚刚录音了？没事，我就是做个走访调查。你不用紧张，只要你没撒谎就没事儿。你撒谎了吗？没有。走了。秦安叔叔再见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没有。你爸哪年的？75。你叫对了。小胖那怎么样？您教我那方法还真都没用上。这小子怂，一问全撂了。来医院是庄文杰给他打的电话，箱子是庄文杰让他带的，不过箱子上了锁，所以孙志坚也不知道这箱子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。这不就撒谎了吗？庄文杰根本都不住在学校宿舍，他拿什么衣服？他说了，庄文杰这箱子是一直放在学校的活动社团中心的，所以这说明箱子不是他现准备的。罗队，你还记不记得庄文杰宿舍丢电脑这事儿？孙志坚干的。这事过去真太久了，我实在有提醒你啊，想好了再说。宿舍楼内外的监控我可都看过了，事情到底是什么样，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这不可能，我们学校监控不到1个月就会被覆盖一次，你们上哪儿看去？是，普通的监控呢，确实是会被覆盖，但那天的监控
涉及到盗窃案，被保留了下来。你们都看到了？双姐，干嘛？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啊？电脑。什么电脑啊？你这……我们宿舍的电脑。你说你这，昨天来我宿舍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的眼神不对劲。我就是脑子一热。你说你这宿舍那小子配了那么好一个电脑，每天就知道跟小姑娘瞎聊，你这不是浪费资源吗？你这么好的设备，不就应该给我们这种技术人才使吗？所以我才……这也不是你偷东西的理由。不是偷，这不是偷，我就是想把你们的设备拆了，装我电脑上，我再把我用旧的给换上去。你放心，就绝对看不出来。行了，这跟偷没什么区别，都是犯罪。那我把它还回去还不行吗？后来还是庄文杰偷偷把电脑还回去的。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宿舍已经叫了保安，还怀疑是他偷的。孙志坚呢想站出来说清楚，他又没那胆儿，所以这事儿就成了咱调查那样了。这个庄文杰啊，三观还是挺正的。我觉得吧，就算丁生火给他传递了什么信息，他不该干的事儿应该不会干。更何况他没准还没看懂呢。哎，对了，丁生火那密码专家破译了吗？正破着呢。罗队，你这大老远跑来，不会就是为了给他送东西吧？没有，我也给他找点别的事儿，省着出幺蛾子。你别送啊，等他出院，你踏踏实实再回队里报道啊。不是罗队，出院还得好几天呢。啊，换庞大志来吧。哎，你别客气，你挺好，就你了啊。你别晃了，大哥，晃得我头都晕了。你好好想一想，除了宿舍的事儿，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了，真没了，我还能说啥呀？你说我都招了，警察会不会……放心吧，你要真有事儿，他刚才直接就带你走了。你又干嘛呀？闹肚子。你咋又拉肚子啊？不是咱俩可吃的一样啊？这是5年来青城市比较活跃的网络黑客以及相关方面的专家，看看上面有没有你说的那工程师。就是他。确定吗？确定，就是他配合我打开你作家的保险柜。那个猪头把我给放了，这个工程师我就不知道了。以前我真不认识他。怎么样了？对方终端机主密钥加密级别太高了，我恐怕完不成啊。完不成啊！我没意见，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见。你之前分析女作家的案子还挺有道理，挺聪明的。那站在贼的角度，会对什么样的目标下手？
徐伟，男，31岁，毕业于青城科技大学，是一家公司的程序架构员，也就是石磊口中所说的工程师。他现在家属有什么情况？有没有新的线索？今天上午，徐伟的妻子向上城街派出所报案失踪。据他妻子说，徐伟是1周之前离开青城到外地出差的。最开始呢，是一天一个电话向家里报平安，结果这2天干脆是一个信息都没有了。明白了，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徐伟和这个石磊基本上情况也好，待遇也好，我看是完全一样，都是这个幕后主使。相中了这俩人，为什么？他们俩都是这个行业内的顶尖高手，然后用胁迫和控制的手段逼着他们就范，跟他共同犯罪。来，让一下来，帮忙一下。资料够了。这些是清安提供的主要客户的名单，资料都在桌上啊。总共有28家，行业分布在珠宝首饰、金融、商贸这些经常跟现金和贵金属打交道的领域。白天呢，咱们的外勤同事对这28家公司挨个走访了一遍，但数量实在太多了，没有办法做到针对性的排查。主要是咱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。现在那个攻击路径溯源情况怎么样？青安那边的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当中，不过他们说需要电信运营商的支持，我已经安排同事帮忙协调了。给我一个倒计时，告诉我现在距离系统升级完成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不到2个小时。你来试试这个残局。无论是布局、中盘、收官哪一阶段的棋局，只要你认真看，推算对弈者的每一步落子，就一定能够找到破局的关键。我们现在一家一家捋。第一家旭日珠宝，请大家打开资料，跟我看一下。旭日珠宝位于广南街和丰谷街的交叉口，店内配备至少4名保安，2班交替，24小时都在店内。店内8个摄像头全天监控，基本无死角。但是注意，这家店其实是有一个死角的，在后墙的排风扇。今天咱们走访的兄弟过去看了。两位警官，店里都有摄像头，安保没问题。在这边。这个排风位的尺寸是在40乘40厘米左右。如果盗贼想对这家店下手，拆掉后墙的这个排风扇，从通风管道一路爬行，可以直接钻到这个金店之内实施盗窃。但是这家店最近刚刚安装了红外线的自动感应器，只要打烊就开启，如果有人一旦潜入，它就自动报警。这家店最近的一家警局距离它只有500米。拐一个路口就到啊！每天平均有3辆巡逻车从他的门口路过，所以这家富新源翡翠加工店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，要啥没啥。等等。让我来看啊，这家店首先是1楼的商铺啊，没有保安，周围都是居民区，没有派出所。
是一个不错的下手对象。但这家这个小破店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未必，好的翡翠价格不低，有的甚至可以卖出天价。那我觉得这个赌的成分也太大。你们俩先别吵，这家店铺的确购买了齐安的系统，但不是安防系统，而是一套全景监控系统。这套系统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客户可以在线实时观察到原石加工的整个过程。而且今天我问过走访的探员，他们说这家店里周围住的其实都是老板的同乡，包括店员也都住在附近。所以你们说这家店没有安保人员，但其实所有的店员同乡都是自发的安保人员。这个人心的团结，往往比所有的高科技都更加管用。那所以呢？我建议拿掉。下一家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这都蹲多长时间了，还没上完啊？闹肚子吗？闹肚子也没有你这闹法啊！你这是准备闹个马拉松啊你？别扯淡，快了快了。扯淡，磨磨唧唧磨磨唧唧。下一个。哎，这个德普资本，资料上看，这每年投资的项目够多的，好几个亿呢。哎，还是青安的重点客户，可能性比较高。别被他这个资本这俩字给骗了。再资本，钱也是在账户上趴着，现金也不可能在他店里，这点常识贼识都知道。明白。罗队，哎，老马，你看青安公司已经大体锁定那个黑客攻击的位置，就在这个水库门、海华路和青云港这个三角区域内。你能给我再细化吗？能。那我们必须要带着协议分析设备到机房挨个的插入进行检测。明白。那个大志啊，你协助老马，你跑一趟，必须把这个徐伟给我找着。找到以后怎么办？当场拿下呀！带着哥几个全去。然后，不是，咱这还没完呢，就剩2袋炸弹，用不着你。走，快走，马克，快，注意安全啊！罗队，青安系统那边马上升级完成了。搞定了吗？我需要时间，他们速度太快了，我还需要时间。时间有很多，但你的已经不多了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不要4、3、
喂，拿走。没事。太棒了！好，罗队长，放心吧，我们这里全部升级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这边也对一些重点企业进行了摸排和走访，但是确实也没有什么发现。那这样，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沟通。孙宗芳的电话说他们那边系统已经升级完毕，那是不是说明贼偷的那个终端没用啊？是的。可算完了，博尔排查这个公司累死了。清安的活完了，咱们的活还没完。魏少，魏少，咱们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新构建了黄花江，吓死我了！很好，我果然没选错人，你比他们快点。搞定了，搞定了。不对，其实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工程师有没有提前破解系统。就剩下这2家了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选？喂，搞定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